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带大家在耶路撒冷看以色列人是怎么过光明节的。那在我身后呢，是大名鼎鼎的西墙。过去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都在这个地方。那光明节呢，在新约圣经有出现过，它就是修殿节。在约翰福音有提到，耶稣有过修殿节，是在冬天的时候。如大家所见，我现在好冷，现在大概12度，然后晚上还会气温降到7度，快冷死了。那光明节它的历史背景呢，是发生在两约之间，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。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就是圣殿被毁，然后流亡到世界各地。那在这里的犹太人呢，后来就被希腊统治，然后才是罗马嘛。耶稣出生的时代已经是罗马的统治。那希腊帝国的那个时候的统治呢，就是对有很多的异教崇拜，然后在犹太人的圣殿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献猪啊，然后要犹太人吃猪肉啊，反正就是有很多亵渎的东西，然后也禁止犹太人就是拜异神。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，马加比家族就起义，那他们就用非常少的数量，4700个士兵就打赢了希腊的士兵。那从此以后呢，就哈斯莫尼王朝就开始由犹太人短暂的统治犹太全地这个地方。但后来大家也知道，就是罗马人又就是从犹太人手中又拿回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所以才有耶稣的那个背景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在这一段时间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为了他们信仰而战，然后奇迹似的赢了。那赢的那个时候呢，圣殿的油其实只剩下1天，这是传说啦。那可是1天的油竟然可以燃烧了8天。那他们犹太人现在呢，为了要纪念这个奇迹，所以他们会过8天的光明节。那另一个解释呢，是因为像逾越节，还有像是住棚节都是过8天，所以他们也是在光明节这个奇迹的节日，他们也要很慎重的过8天。那所以每一年的光明节它的日期呢，都会根据希伯来历。就是会在我们的西地上会不太一样。那大概就是在12月，就是冬天的时候。那有时候是在圣诞节之前，有时候是在圣诞节的时候。像今年呢，就刚好跟圣诞节重叠，是从12月25号开始，然后一直到1月2号结束。那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点灯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西墙前面点灯的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西墙的样子。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人，是我妈妈。巧遇。那西墙呢，它分那个男生区跟女生区嘛，我觉得很有趣啊。每次去那个女生区都好多人，那男生区就是很空旷。但是因为该怎么说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在第二圣殿被毁以后啊，他们就流亡到世界各地。那拉比就怕说犹太信仰就会这样子不见，就会被同化掉，所以就会规定说，犹太男生他们必须要10个人以上，他们是一个群体的时候才可以做群体式的祷告。那如果你只有1个人的话，你不可以做群体式的祷告。那这个目的呢，就是要让犹太人知道他们永远是一个群体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呢？在男生的这个区域，因为这个只有规定在男生，因为男生受成年礼以后，他就算是一个宗教上的成人，他要为他的信仰负责任。所以他们在做这个10人的团体祷告的时候，只要是受过成年礼的13岁的以上的这个男生，他就可以算是一个单位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就需要比较多的地方，女生他们就没有这个需求。所以他们如果是团体一个祷告的话，就会你会看到这里一个圈圈啊，那个一个圈圈这样子。那只是现在它不是祷告时间点，所以就你看不到他们聚集在一起。那前面的就是西墙这边的光明节的台灯。那边的比较猛，它是直接用那个应该是某种油吧，所以是个火把。它现在是你们看中间那个最高的，然后旁边是1、2、3、4、5，代表今天是第5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到耶路撒冷旧城里面的犹太区去看犹太家庭点的光明节的灯，因为他们都会把灯点起来以后，然后放在就是窗口啊，或者是门的外面，让路人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，在寒冷冬天的夜晚里面看到他们点的灯这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了第1盏灯，就在这里。那他们呢都是用橄榄油去燃烧蜡烛的，所以它可以撑一整个晚上。
我上次跟妈妈在那个市场买的那个蜡烛，5块钱的那个，它那个我们才唱完点光明节蜡烛台的灯，然后它就燃烧到一半，然后要它全部烧完，可能就是只要15分钟吧，就有点搞笑。就是 Kenny 说这个蜡烛真的是烧太快了，你看他们的这种就可以真的很认真的烧一整个晚上，然后不知道他手上拿什么好吃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多蜡烛呢？因为可能这一户有好多人家吧，所以都在这里。那光明节在希伯来文是 Hanukkah， 意思是献上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从希腊人手中拿回了圣殿，然后就重新把圣殿在神面前做一个献上。所以呢，这个节日的重点呢，其实是重新献上啊，不管是你生活的重心啊，还是什么都好。那他们在唱这个，在点光明节的台灯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唱歌，然后歌词里面就有提到，就是重新献上他们的祷告的殿，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。那除了这光明节点灯的传统以外，还有2个有趣的传统，家家户户都有灯，而且他们真的很棒啦，这种就是不会熄灭的，不像我们家的蜡烛。哎呦，你看，很美丽。哦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现在人超多的，很多也是为了过光明节，然后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。我们来看看前面这家卖贝果的有没有，就是他们在光明节的时候传统上会吃的一个光明节甜甜圈，有吗？好像没有，他还是卖贝果。来找找看。连那个汉堡店前面也都有放那个光明节的台灯，在这里，噔噔，对啊，很漂亮。人真的好多，然后不经意之间就发现了光明节甜甜圈，叫做 Sufganiyot。Hello， 然后他那边也有光明节的台灯。我在问我妈，她想不想要吃一个？我可以吃一口的吗？吃一口。人家卖，他就不能做小一点吗？做那么大吃不完。我妈说吃不完。对啊，我也很有压力，因为我不想要变胖，我已经怀孕了，很容易就变胖。这家甜点店也是有卖光明节甜甜圈在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买那个比较没有那么甜的。不知道如果大家在光明节的时候来以色列，会想要吃哪一种口味的光明节甜甜圈呢？一个才5块，好惊讶哦！他这家一个大饼干18块，可是他一个甜甜圈5块，好有良心哦！然后没搅吗？应景，吃一口应景。对啊，应景一下。哎，好轻哦！好吃啊，好没有太多那个果酱。它是代表它里面只有面。哎，还真的只有面粉。什么？那你在播吧？它不可能吧？不可能里面只有那个面看起来是啊。那难怪它5块。好吧，应景而已，只是应景。好吃吗？我觉得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吃甜的。那太好了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好像要考你为什么光明节要吃光明节甜甜圈有什么关联？我觉得就跟中秋节吃月饼一样没关联。但是犹太人还是找到一个关联，因为光明节它就是有8天的油嘛，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要纪念这个关于油的奇迹。那所以要吃很油的东西。对，但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冬天很冷，所以可以吃油的东西。那我觉得他用炸油条还蛮不错。他们有吃那个 latkes， 就是酥饼。马铃薯酥饼那个很多油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甜甜圈是炸的。反正找个理由给自己吃不一样的食物，那个 feel 可能会。但这是对欧洲犹太人的传统，不知道就是也门犹太人啊，也门的那边，因为他们是第一圣殿的时候就被掳的，所以他们没有过光明节的传统，他们是回到以色列后才有过。那开封犹太人我不知道，如果身边有开封犹太人的朋友，可以讲一下是吃什么？没准只有耶路撒冷有啊，只有以色列有。对，可能是欧洲的犹太人比较有这个传统。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，第一个是点光明节的台灯嘛，第二个是这个吃甜甜圈或油的东西，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光明节的陀螺啊。
对啊，还好，这样不容易胖，因为没有那个果酱。但我觉得会不会胖是看你吃几个啦。据说以色列人平均在光明节会吃4.5个，有点多。一天还是没有8天，8天平均下来吃4.5个，还好吗？好啊，好吧。那前面呢，就是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胡瓦会堂，然后这就是胡瓦广场。那考大家，就是光明节的这个灯台，它就是为了不要让大家好像跟圣殿里面的金灯台做一个混淆，所以就是不一样。那哪里不一样呢？大家猜猜看。前面那边就有一个仿照圣殿的金灯台，所以金灯台是长这样。然后光明节的灯台呢是长这样。好啦，那我直接公布答案好了。因为圣殿的金灯台它是7个灯嘛，左边3个，右边3个，中间1个，这是金灯台的样子。那哈努卡灯台呢是9个，中间1个，旁边4个，各4个这样。那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？就是他们的灯啊，都放在窗台旁边，很漂亮。这户有，上面也有。然后我们转过来，上面那户的灯还在，然后还有这2户的灯也都还在，还有下面这一户的灯也还在，很漂亮。侧边的也都有。对啊，好几个。对。感觉光明节的传统也可以吃炸那个鹰嘴豆球啊，因为也是用油炸的，但是没有这个传统，只是这家生意很好。然后它的沙拉就是放在中间，你们可以自己加。然后想给大家看，你看这户人呢也是很美，光明节的灯台放在门口给大家看，真的人超多的。妈妈要我拍古迹给大家看，这个。应该是拜占庭时期吧，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，但是在基督徒区那边有一个部分也跟这个长一样，那个就是拜占庭时期，这个我要再先确认一下。那这个 Cardo 是罗马时期的商业大道，是耶稣时期过后300年。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用到洗手间的话，前面右转有。不过呢，我也发现了这家人啊，他们的灯感觉是银做的，感觉很高级。这家人的灯也是很美，还有这种横的，也有这种高的这样。他们好像要跳舞，好开心的样子。这个灯好漂亮哦，它是他自己用木头凿出来的。这个更干脆，它不需要用到油，而且也不会灭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就是在商业大道的另一侧呢，有好多光明节的灯，然后都放了人质的海报，他们是为每一个人质点光明节的灯。这很有意义，真的是希望人质可以快一点回来。那我继续来讲一下，为什么对犹太人来讲，一个人质被绑到加萨，就好像他们每一个人被绑到加萨一样。为什么那个痛会是这么的刻骨铭心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就是一个群体，就像是刚刚在西墙前面的时候跟大家讲的，他们一定要10个人才能够做好团体的祷告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们流亡的缘故，所以他们这个每个犹太人都是一个群体的这个概念就被很深的强化。这是从第2圣殿被毁的时候就开始了。那个时候，犹太人他们被罗马人掳到像罗马还有其他地方。那个时候拉比就是规定他们一定要就是
因为有些犹太人他们已经住在那个地方了，他们有钱，他们不是被掳过去的，不是从耶路撒冷这边被掳过去的，所以那边的犹太拉比就是规定，就是大家一定要在7年之内把这些被掳的犹太人赎回来，不能让我们的犹太同胞做奴隶。被掳的、被卖的，这些都是，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可以恢复自由之身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。那在塔木德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人说，有一个孩子他有2颗头，那请问拉比，我们是要给他就是按手按头啊，祷告2次吗？还是祷告1次就可以？因为他是同一个宝宝，只是他有2颗头。那个拉比的回答就是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你烫他的头，他另一颗头也会痛的话，那你就祷告1次就好了，因为就是他们是一起的。那他们就是有这个概念，就是一个犹太人痛，他的痛就是我的痛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就是，即便是过光明节这个时刻，他们也是心心念念的在想人质还没有回来的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犹太人他们看每一个犹太同胞就是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，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流亡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2000年，所以他一定必须团结。发生在另一个犹太人的身上的事，就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。别人的女儿就可能是他自己的女儿，别人的儿子死在战场上的，就像是他自己的儿子死在战场上。好，那么往这条路出去呢，就是雅法门，再弯一点啦。这上面呢还在过圣诞节，还有一只麋鹿跟圣诞树。那台湾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会过圣诞节嘛，只是不太会知道光明节或修殿节是什么东西，只是很有趣的哦，就是光明节是第一次在哪一个书上被记载？答案是新约圣经就是修殿节，刚刚有讲过。那其实这个很多犹太人也不知道，那基督徒其实也不知道，就是原来新约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对我们来讲它是我们的信仰，所以好像它本来就应该是正确的。可是它同时也是就是在历史上面，它也可以佐证，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整个历史的存在，他们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民族，因为新约圣经它是这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，它也是这么正确的记载了当时在第2圣殿时期犹太人的生活。第一本书记载到修殿节耶，就是光明节。然后顺带一提，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也是第一次是在哪一本书上就是被记载到，也是新约圣经，所以最古老啦，对，真的有好多人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每一次都会经过的大卫塔，它跟大卫无关，可以看之前的影片或者是买我的书，好，这就是雅法门。雅法门它这里其实本来是一个护城河，现在还有一点点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皇帝，就是已经19世纪了，然后那时候他要过来，所以就他太太需要坐马车，就把它填平了。所以这是我们通常会走这个门进来，搭计程车或者公车进来的话，就是走这条路。好，我们来看现在耶路撒冷旧城墙的样子，然后这里很热闹，好像是现在几点啊？它是不是因为要点灯啊？应该是哦，我们可以看它点灯。那这就是城墙美丽的样子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气氛，而且很用心。它这个蜡烛的数量是会变多的，今天是第5晚嘛，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很可爱的帐篷，它里面就是有小孩在写祷告的信啊，或者是点蜡烛。目的呢就是谢谢保护以色列的这些士兵们。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很团结，因为他们必须团结，没有别条路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他们如果不团结的话，今天就是不会过了2000年，然后他们还可以从世界各地，然后回到这块土地。然后我现在应该是在这里等他点灯，大家都好快乐哦，都在跳舞。我觉得比祝棚节跳的还多，祝棚节好像没跳这么多，然后那个摩尔节也没有跳这么多，真的光明节跳最多。
好了，那他要开始点灯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他已经做他的那个升降台，在往灯的高度要去点灯了。那他不一定会从中间点啦，因为每一个教派的文化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来看他是从哪一盏灯开始点。顺带一提啊，这个卖玉米的大哥应该是穆斯林，那就是做犹太生意没有问题。他在祷告，他点灯了。然后要唱点灯的歌喽。好像那个 DJ 在找对的歌。哦，点了。第一盏灯，它是从今天第5晚，所以从第5盏，它直接从那边开始点，然后才点中间的仆人灯，这样一路过去。这首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恢复我们祷告的殿的歌，这样子，我们拯救的的磐石这样。然后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会向你赞美，然后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在你的祭坛这边。全部都是不认识的人，然后就随时可以一起跳舞，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了。就我说，他们一定要10个人才能够一起祷告嘛，都是不一定要认识的人哦，只要是10个受过成年礼的都可以。所以这就是犹太文化。要下来了，不容易啊。我们刚才从那里下来，然后在这个公园 Teddy Park。去看大的水舞，这平常是夏天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海滩，小朋友都会来这里玩水，因为算是免费的海滩的意思嘛。啊，结果现在就是冬天就有水舞秀，很漂亮。好，那今天最后一站呢，就是要带大家看耶路撒冷第1火车站的光明节的样子。第1火车站是在鄂图曼时期还有英国托管时期的时候用的火车站，然后后来就不能用了。哦，绿灯。那我想讲的是啊，在光明节期间的时候啊，街道上都有这种漂亮的灯。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就会看到它那个右上角的是光明节陀螺，它每一盏的造型都不一样，后面的就是光明节的灯。好，这里就是第1火车站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新的公共钢琴，大家可以弹。然后真的是耶路撒冷，没有很多观光客，所以这些应该要有摊位的，它都没有趁着光明节然后开。然后我想给大家看的光明节的灯在那边，然后已经点完了嘛，所以也没有人潮了，只是可以看得到它这里啊。有一些甜甜圈，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曾经有甜甜圈住过，都还有糖粉。
在疫情的时候啊，我有吃到免费的甜甜圈，之前有拍过。它的灯呢，有5盏加1盏，然后只剩下3盏还是亮的。所以呢，要做一个结尾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明节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。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能够来到以色列。大家拜拜。